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不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晚上睡觉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却很痛苦。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这样时间长了势必会给健康带来威胁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方法。相信大家晚上都会泡脚吧？那木子建议大家泡脚时可以加入一些艾叶和益母草，这两种食材都属于中药材，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艾叶有祛湿止痛、温经散寒、活血通络的功效，而益母草有活血化瘀、清热解毒、暖宫祛寒的作用。用它们两个泡脚呢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加速下肢的新陈代谢。不仅可以消除疲劳，改善睡眠，对女性来说还能温暖子宫，帮助缓解痛经，对身体健康非常的有益处哦。那失眠是现代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，千万别忽视失眠对身体的伤害。那除了上面的这个方法，建议大家睡觉前最好呢放松身心，或者用桂圆干泡水喝。桂圆干也属于中药材，其中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糖分，有补益心脾、养血安神等功效，也可以帮助缓解和预防失眠哦。那以上就是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日常生活中很多女性的一些行为和习惯已经影响到子宫的健康，给子宫造成损伤。尤其下面这3个行为，女性朋友尽量都改正，子宫会感激你的。经常吃寒凉食物。生活中很多女性喜欢吃寒凉的食物，尤其是在月经期间，因为女性本来就是阴性体质，如果过于贪凉，很容易使寒气进入子宫，引起宫寒，对子宫造成伤害。所以女性朋友要尽量的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经常熬夜，熬夜也会伤害到子宫的健康，因为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排毒，使内分泌紊乱。时间长了，出现月经不调的情况，影响子宫的排毒和代谢，所以女性朋友也要改掉这种行为。抽烟，在很多人的意识里，抽烟是男性才会干的事儿。其实现在很多女性也有吸烟的习惯，女性经常吸烟对子宫也会造成损伤，因为香烟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如果进入身体，很可能会给子宫增加负担。所以想要子宫健康，尽量就不要吸烟了。绝经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，那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是多少岁呢？正常来说，女性在45到55岁这个年龄段绝经最好，说明卵巢比较健康，身体素质也比较好，更容易长寿一些。但如果40岁左右就绝经了，说明卵巢早衰了，这样体内雌激素分泌会减少，使人加速衰老。如果想要留住女人味，不想绝经太早，不妨多注意下面这3点。1. 注意睡眠要好。有一个充足的好睡眠，可以维持体内激素平衡，抵抗身体衰老，让女人味走得慢一些。2. 注意坚持运动，每天进行适当的运动，可以促进体内雌激素分泌，增强体质，延缓衰老，也能让你衰老的慢一些，帮你留住女人味。3. 注意饮食，女性朋友如果想要延缓绝经，让自己更有女人味，平时饮食要多加注意，可以多吃一些豆类食物。豆类食物中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，有抗衰老、补充雌激素的作用，也能帮你留住女人味。美是女人的天性，谁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干干净净的，所以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体毛感到很嫌弃，那经常将它们刮掉。其实女性身上2个地方的毛发用处很大，希望你不要再乱刮了。腿毛，腿毛有保护皮肤和保暖的作用，可以避免细菌侵入，而且腿毛对身体的新陈代谢也有很大的好处。如果将腿毛刮掉，很可能会影响皮肤的排毒和代谢，还容易使皮肤出现过敏的情况，所以女性朋友要注意，不要乱刮。腋毛，腋毛是很影响美观的，所以很多女性会将它刮掉。其实腋毛对身体也有很大作用，可以保护腋下的淋巴细胞，避免皮肤受到摩擦，而且腋毛对身体排毒也有帮助。如果将腋毛刮掉，可能会影响排毒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不过如果有腋臭的人，可以将腋毛刮掉，以免加重腋臭。相信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睡前洗澡的习惯吧？那经常洗澡对身体健康有益，但是洗澡时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才行。下面这3件事，希望女性朋友少做，以免对健康不利。第一件事，吃完饭马上洗澡。
很多女性吃完晚饭之后，喜欢马上去洗澡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因为我们刚吃完饭，大多血液会集中在胃部，如果这时洗澡，会影响胃部的消化和吸收，给身体造成危害。第二件事，洗澡时使劲儿地搓皮肤。很多人洗澡的时候喜欢使劲儿地搓洗身体，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身上的皮肤都是很娇嫩的，如果用的力气太大，很容易使皮肤受到损伤，稍不注意还可能会引起感染，不利于健康。第三件事，直接用喷头水洗脸。洗澡时，很多女性会直接用喷头水洗脸，这样很容易让喷头水里面的细菌和微生物趁机入侵我们的脸部皮肤。而且喷头水的温度如果比较高，这样也会刺激到脸部皮肤，给皮肤造成损伤。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再喜欢也要克制住。很多时候女性都喜欢夹着大腿做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翘二郎腿。如果长时间这样做，对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？第一个，妇科疾病。女性朋友如果经常夹腿坐着，很可能会引起隐私部位细菌繁殖，从而导致妇科疾病出现。而且这样夹腿坐着也不利于血液循环，对身体健康很不利。第二个，脊柱变形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腰部受力是均匀的。当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，两条腿的用力程度是不一样的，这样腰椎受力也会一边大一边小。这段时间长了，可能就会造成脊柱变形，所以女性朋友在坐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第三个，导致 O 型腿。除了上面这两个危害，经常翘二郎腿还可能会导致 O 型腿，因为翘二郎腿时，上面那条腿的膝盖在小腿的带动下会向内偏移，这样时间长了，腿部就可能出现变形。虽然夹腿坐着比较舒服，但是大家不要为了一时舒服忽视自己身体的健康。只有正确的坐着，对身体健康才有帮助。脾胃虚弱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危害，不仅会影响消化和吸收的功能，还会加重体内的湿气，导致诸多疾病出现。所以要抓紧时间调理。那该怎么调理呢？可以多喝益水，常吃两物。陈皮泡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千年人参百年陈皮这句话？陈皮其实就是晒干的橘子皮，但却有很大的药用价值。用陈皮泡水喝，具有止咳化痰、养护肠胃、滋养脾脏的作用。对于脾胃虚弱的人，如果经常喝陈皮水，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脾胃，让脾胃越来越好。多吃韭菜，韭菜含有很高的价值。韭菜具有温中散寒、健脾养胃的功效，那脾胃不好的人经常吃也能够改善脾胃功能。多吃莲藕，莲藕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莲藕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鞣质的物质，经常吃可以增进食欲，促进肠胃消化，有很好的健脾开胃、补血益气的作用，非常适合脾胃不好的人吃。脾虚通常有3个表现，想要脾强健，2种食物养脾，脾胃会感激你。1. 大便黏腻不成形。如果上厕所时发现大便不成形，而且粘在马桶上不容易冲干净，就可能是脾虚的表现。2. 身体水肿。在没有喝水喝多的情况下出现身体水肿的情况也要小心，通常是脾虚湿气重引起的。3. 脸色发黄。若是脾胃功能出现问题，运化食物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，时间长了脸色就可能发黄，而且有消瘦的情况。想要强健脾胃，不妨试试2种食物：猴头菇和山药。猴头菇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具有养胃护胃、健脾益气的功效。脾胃不好的人经常吃一些猴头菇，可以帮助缓解胃部不适，促进脾胃健康。山药被称为小人参，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。山药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，其中含有淀粉酶等多种营养物质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助消化的。天是养生的好时机，也是葡萄上市的季节。如果秋天吃葡萄，功效可是堪比冬虫夏草。那秋后吃葡萄有哪些好处呢？1. 增强抵抗力。在葡萄皮和葡萄籽中含有一种物质，叫做白藜芦醇。这种物质能够帮助人体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2. 抗衰老，保护心脏。葡萄中还含有大量的鞣酸、花青素以及类黄酮物质，有很好的抗氧化性，
对延缓衰老、保护心血管有帮助。3. 润肺祛痰。秋季比较干燥，非常适合吃葡萄。经常吃葡萄可以帮助补肺气，有很好的润肺祛痰的功效。长期吸烟的人可以多吃一些。虽然葡萄营养价值高，但是有2类人最好一口都别吃。第一种，血糖高的人，因为葡萄的含糖量非常高，属于高糖类水果，所以血糖高的人最好不要吃。第二种，胃酸分泌多的人，因为葡萄中含有大量的果酸、鞣酸，会促进胃酸分泌。如果本身胃酸分泌比较多，吃了葡萄会加重胃酸，引起肠胃不适，对健康不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